他们最后是完全没有办法逃难的，超载位乘客的，每20年会轮替一次。欢迎来到 Hi Day， 我是喜娜。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主讲社会案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讲过韩国发生非常严重的船难事件世越号这个案件。那如果没有听过的，或是想要重新回顾的，可以再点上面的连结。那其实呢，在世越号这个船难事件之前呢，韩国其实就有发生过几次类似的船难事件。今天就是要讲其中的一件，是发生在1993年西海渡轮菲利号沉船事件。事件呢是发生在1993年10月10号星期天。那韩国呢，除了韩国本岛之外呢，周边有附近大大小小的岛屿。大家最常听到就是济州岛嘛，其实除了济州岛之外，周边还有很多小岛。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位在于全罗北道的这个蔚岛。那这一天呢，从蔚岛出发了一艘客船到这个韩国本岛。住在岛屿的人都会称说韩国本岛叫陆地，我觉得蛮妙的，给大家一个小尝试。反正呢，这艘船呢，出发时间呢是早上9点40分，可是其实呢，它出发时间已经跟平常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一艘客船它原本表定的时间呢，应该是每天下午会有一个班次从蔚岛出发到陆地。但是因为这一天呢，风浪比较大，天气比较不太稳定，所以船运公司就决定提早出发，将蔚岛的人送往陆地。那当天呢，其实坐上这艘菲利号客船的人呢，部分是住在蔚岛的居民之外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前一晚到蔚岛钓鱼啊、旅行啊等等的，然后礼拜天准备要从蔚岛出发回去陆地，因为隔天周一要上班嘛，所以礼拜天的这一艘船其实载满了非常多的乘客。刚刚有提到这一天的海浪非常大嘛，所以其实据之后的生存者在讲说呢，当天沉船的时候呢，就是有听到船长还有广播说，请大家扶好栏杆啊，待在船舱里面，不要到甲板上，因为海浪有点大。这一艘船刚刚提到说有蔚岛的居民，然后也有大量的观光客嘛。那这个蔚岛居民呢，他们携带着大量的腌制物要到本岛，可能是要去探望家人啊，可能是要去贩售这个腌制物。因为住在渔村的渔民们，他们通常都会腌一些生鲜的，我们比较常知道可能就是虾酱啊，或者是腌螃蟹啊等等这样的腌制物。那他们的腌制物都是那种很大很大桶的腌制物。但是呢，出航没多久之后呢，就是因为风浪太大，在10点10分的时候，船长就决定要返回去蔚岛。于是呢，船只呢又突然的40度转向朝南方的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道非常大23尺高度的大浪扑向这个船只。就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意外，船突然被海浪扑倒，严重的摇摆之后呢，所有的乘客跟货物就突然倾向同一边、同一侧。据当时的生存者表示呢，当时船有剧烈的摇晃之后呢，就突然所有的人跟所有的物品都朝向右侧倾斜，然后慢慢的沉没。当然呢，在倾斜的同时间，所有的乘客就要赶快逃难嘛。船只呢，通常就是有分1等舱、2等舱、3等舱。通常1等舱会位在船的最上方，然后2等舱、3等舱会是在第2阶、第3阶，在船的下面这样子。当时呢，因为船快速的倾斜，所以其实可以逃难的人，大部分都是位于1等舱的乘客们。2、3等舱的乘客们，因为位于船的下方，其实他们最后是完全没有办法逃难的。而且呢，当时因为船只呢快速的沉没，所以许多的乘客根本来不及穿上救生衣，船就已经被灭顶了。再加上呢，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1993年，当时手机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呢也没有人可以立刻报警，不像世越号当时所有的学生们都在记录影像，立刻报警等等。后续世越号有这么多的影片出来，可是当时这个菲利号呢，因为还是在1993年那个年代，并没有人可以立刻的用手机报警。就在这个船呢被大浪扑倒之后的5分钟，整个船身立刻淹没在大海中。这个事故发生的20分钟后呢，周围附近有非常多的渔船，当时正在捕鱼嘛，周围的渔船也有发现，所以他们纷纷的就前往搭救，要救那个菲利号。同时间呢，这些渔船也纷纷的向本岛求救，说请派资源来。第一艘发现菲
利号沉船的这个渔船呢是中国号，它是一个小船，它当时其实是载着一群钓鱼客在近海这边钓鱼。当时这个船长呢，他在发现发生了事故之后呢，他有当下立刻决定要前往搭救。其实后续在询问船长的时候，船长要表示说，因为他的船比较小，所以其实当时钓客们有些人有阻止他做这件事情，就觉得说我们船这么小，你去搭救几百个乘客的船有意义吗？但是呢，当时船长觉得现场只有他可以搭救这艘小船呢，就立刻前往搭救菲利号。而且呢，这艘中国号呢，它最后也真的救了总共44名乘客。其实那一艘船要载上40多名的乘客，已经是有点没有办法负荷那个重量了。那就在中国号呢，它在搭救现场菲利号的乘客的同时间呢，其实附近也有很多渔船，他们看到了这个事故，所以有纷纷的前往搭救。当时呢，总共呢有46艘小的这种渔船前来拯救菲利号。最后呢，被附近这些渔船救上的乘客总共有70位。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当时的手机还没有普及，所以没有办法立刻报警，所以最后呢是经由这些渔船们，他们用无线电，最后是在事故发生的接近1个小时后，大概是11点的时候呢，这个海警才搭着直升机到事故的现场盘看状况。1个半小时后的12点半，海警的救援队呢才抵达了现场。但是呢，因为救援的黄金时间已过了，所以最后呢有搭救的这些乘客呢，都是之前这些渔船救上来的人，就是最后被渔船搭救的这个70位生存。那通常呢，这种大型的船难发生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供搭乘的乘客名单嘛，要去计算说总共有几位搭乘这艘船，姓名等等联络资讯，才能让家属们去协助找寻大体嘛。这个案件呢，当时被骂得非常惨的其中之一呢，这个船运公司并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乘客名单，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人搭成了菲利号。因为没有办法提供乘客名单，家属们也没有办法找寻自己的家人。而且呢，当时这个味岛呢根本就没有卖票所。那当时搭乘方式呢，是所有人上船之后呢，现场会有卖票人员，工作人员会在那边收钱贩售票这样子，所以所有的程序都是在大家上船之后。所以当时的船运公司才表示说，我们不知道上船的乘客有谁，也不知道就是确切的数量。所以呢，警方当时就判定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打捞船只、打捞大体，才能让家属们去认领。这样，事故发生的隔天开始呢，就进行了打捞的作业。这边有一段当时的打捞的影像给大家看。其实根据呢，当时参与打捞作业的海军战队表示说，虽然是白天进行打捞作业，可是潜下去之后完全伸手不见五指，就算是这么近的距离，他们也完全看不到。而且呢，当时现场船的残骸非常多的尘土飞扬，他们只要稍微一动作，附近就是会有非常多的粉尘，导致于他们其实真的完全看不到，他们其实完全是靠手摸再去找寻剩下的这些大体这样。那第一天的打捞作业呢，总共找到了14具的大体。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谈到世越号，靠这些潜水夫，再靠这些海军战队要一个一个去找大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船难事件呢，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在1周之后呢，10月17号的早上11点，警方就决定将这个船只整个打捞起来进行搜索。但是呢，因为第一次打捞的时候呢，风浪太大，所以钢索断裂，船只又再次掉入水里。最后呢，是在10月27号再度进行船只的打捞作业，就是这个起吊作业，那也终于成功，搜寻队才能再次的在船里面搜寻剩下没有找到的这些大体们。最后呢，在里面找到了154具遗体。而且呢，这些人大多是位于在2、3等舱等的，完全来不及逃难的这些乘客们。最后的调查报告呢显示呢，这个菲利号总共坐了362名乘客，总共有292名乘客是身亡的。但是呢，其实菲利号它当时这个船运公司公布的人呢是207位乘客，再加上14位工作人员，总共是221名的乘客。221名是在他们所谓的就是船运可以承载的乘客数量，
可是呢，最后警方调查到的数字呢，这艘菲利号搭乘的人数竟然是362名，超载141位乘客的。这边呢，就是要讲到底这个菲利号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超载。这个沉船原因呢，其实跟世越号不谋而合，因为世越号当时也是因为货物有超载，影响了一部分船的重量嘛。这个菲利号呢，它完完全全就是超载的状况。后面在调查有说呢，因为这个菲利号它是从卫岛到本岛来往的船只嘛。这个卫岛呢，它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屿，那就是上面只有住几户的渔村，也没有什么观光客。后来呢，因为有很多的钓鱼客会前来这个卫岛钓鱼，所以也渐渐的越来越知名，变成了一个算是钓客还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导致于这个卫岛的观光客越来越多，大家都来这边钓鱼嘛。可是呢，这个菲利号呢，它当时就是一天只有一班，就是来往卫岛跟陆地嘛，所以呢，其实卫岛的居民有强烈的要求，有跟这个船运公司要求说，希望可以增加班次，因为呢，居民们也要来往陆地嘛。如果这个船的空位都被观光客抢走的话，那他们其实就完全没有这种交通工具。所以其实居民当时有表达说想要就是增加班次，可是呢，菲利号的业者当时的表态是说呢，他们就是没有多余的财力可以再增添班次，所以最后呢才会变成说一天还是只有一班维持这样子的班次。而且呢，这个案件呢，它会发生这样子的船难真的不是偶然，因为菲利号它就是维持了一阵子都是一天一班次，然后再加上这么多钓客，然后居民他们也有需求，所以其实呢，菲利号它已经不止一次超载，它已经超载了很多次，才会导致于这样子的船难。而且呢，原则上这一艘菲利号呢，它船上面应该要有12位工作人员，就是12位的船员。可是呢，平常菲利号在这样来往，通常都只有10位的船员。发生船难的当天呢，只有7位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根据生存者他们后续在回忆说，其实当时现场根本没有人知道说救生衣在哪里，发生了船难该怎么办等等的。包含呢，当时发生船难之后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做一些疏散的动作，甚至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乘客超载之外呢，后续在调查发现呢，承载的货物竟然有高达600桶的虾酱，就我刚刚一开头说到，就是这种腌制物嘛，它是用桶来计算，总共有600桶，而且呢，刚好10月是韩国腌泡菜的季节，所以呢，卫岛的人，然后包含这个船运公司呢，聚集了大量的腌制物，准备要拿去陆地上卖。更夸张的呢，是这些货物呢，它并没有待在货舱，是被绑在甲板上面，而且是绑在船的船首的甲板上面。所以当这个船在剧烈摇晃的时候，这个600桶的虾酱完全的就是承载了非常重的重量，才会导致这个船它摇摆之后严重倾斜。为什么这些货物会放在甲板上呢？船运公司表示说，因为他们这样上下船方便，所以他们所有的货物都放在甲板上。这样子的回答呢，也是受到大家非常严厉的批判。这个菲利号呢，搭乘的乘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乘客呢是属于团体旅游，那也有很多呢是公司的员工旅游，所以其实当时发生船难之后呢，甚至有一些办公室它是整个集体没有办法营运，因为员工们全部都去员工旅游了，然后整个发生了船难没有办法营运的状况。菲利号的事件呢，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内容。那这边其实要跟大家提的呢，韩国其实历史上的大型船难呢，总共有4个。第一个呢是发生在1953年的这个强拥火，中文翻昌景号，总共330名死亡，8名生存。还有发生在1970年的南拥火南英号，323名死亡，15名生存。再来呢是我们这次提到的菲利号，是1993年292名死亡，70名生存。最后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世越号，是发生在2014年，299名死亡，172名生存，5名失踪。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4个案件有非常奇怪的相似处，就是呢它同样的肇事原因，船难原因都是因为超载，而且呢发生的年份呢大概每20年会轮替一次。所以呢，就是后面的人在讲说呢，20年会发生这样子一次的船难，每次发生船难，大家追究原因，因为超载，所以就会开始制定规则，
要怎么去防范。过了几年之后，又没有人遵守了，然后又没有人管了，船只又开始超载乘客、超载货物，才会有这样子的每20年发生一次这样子的重大船难。所以呢，这个案件呢，这个菲利号这几年会被韩国学家再拿出来提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呢，不希望再重蹈覆辙，也不希望呢，在20年之后又会看到另外一个世越号的这样子的船难事件发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的分享咯，我是喜娜，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船员被海浪扑倒，等一下，为什么我的一直被切到？好，前往救难。我讲的好不顺哦，重新。参与打捞作业的当时参与的好，重新。好。